还记得在豹2援乌后，俄罗斯派往战场的反坦克机器人吗？如今尴尬的事情来了，北约的主战坦克还没到，俄罗斯的反坦克机器人就先出现战损了。根据美国动力网站2月9号称，乌克兰陆战队第140独立侦察营的士兵发现了一辆因为受伤而失去动力的俄军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后，迅速将其坐标传送给了周边的乌克兰炮兵部队。随后呢，又根据炮弹落点给出了修正参数，彻底摧毁了这辆终结者。从乌军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该终结者停在道路中央。道路两旁是树林，乌军连续发射多枚炮弹，经过不断校正后，炮弹落点距离战车越来越近，几秒钟后，它就被炮火击中了。报道还根据乌方官员谢尔盖·海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字和内容，推测这辆终结者是在卢甘斯克州克里米纳地区击毁的。经过大兵的查阅后发现呢，俄军的这款终结者战车是今年5月份被派往卢甘斯克地区的，其首次部署地点为塞维罗涅茨克，而这次被击毁的也是乌克兰对终结者的首杀。这件事情呢，引起了不少人的讨论，毕竟在去年 BMPT 终结者现身乌东战场的时候，不少俄媒都对其寄予了厚望，尤其是 BMPT 战车对躲藏在森林的乌军步兵一顿火力输出后的视频被传出后，该战车呢更是被吹上了天，称其为俄罗斯新一代巷战利器。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巷战对于坦克而言无疑是个噩梦，在高楼林立的街道上，保不准哪里就有一个反坦克手在等着你。因此，对于拥有大规模坦克集群的俄军来说呢，坦克大决战之后的游击巷战是俄军永远难以忘却的痛。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时，其装甲部队就频频遭受喜欢从山顶高处发起攻击的游击队员的袭扰。到了第一次车臣战争，开着坦克进入城区的俄军装甲部队，相当一部分被从楼房上发射来的反坦克火箭和导弹击毁，而其原因呢，就在于坦克和装甲车辆城市巷战能力不足。为了尽早化解坦克噩梦，俄罗斯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思为坦克研制专门的助攻战车，曾研制出了 T72、T90 主战坦克的乌拉尔车辆厂开始利用坦克底盘发展新概念战车 BMPT 也应运而生。BMPT 战车呢，是俄罗斯国防工业研发的新一代火力支援车。这种战车是俄军结合了车臣战争中城市战的经验教训研制的，专门为城市作战而设计。单从外形上看，它的火力无疑十分凶猛。该车有2管30毫米自动火炮、1挺 7.62 毫米机枪、4枚反坦克导弹以及2具30毫米榴弹发射器。相较于传统的坦克和步兵战车，该车要更加适合在城市作战。但是如果仔细了解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其实呢是一个较为简陋的拼装产品，它只是将俄军现有的底盘和武器中挑选了一些，简单拼在一起。火控系统、信息化能力、针对性等方面并没有下功夫，因此其城市战能力也只能是相对强的有限，还算不上巷战终结者。从图片上我们基本也能看出， BMPT 可以看作下面几样东西的拼接。T72 或者 T90 坦克的底盘，苏式步兵战车常用的30毫米机关炮，车载机载的 9M120 重型反坦克导弹，步兵用的30毫米榴弹发射器和 7.62 毫米机枪。而之所以要给这款战车加装如此多的武器，那是因为俄军吸取了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教训。在那次战争中，很多进入城市的坦克装甲车辆得不到及时的火力掩护，被隐蔽在城市废墟、高楼上层的敌方火力击毁。这是因为俄军坦克防护力强，但火炮射界小，观察能力弱，无法对付高处目标。而步兵战车虽然有机关炮能打击高处目标，但是本身装甲薄弱，很容易被反坦克火箭筒甚至机关炮击毁。于是在战后，俄罗斯以 T72 坦克底盘为基础，去掉了原有的炮塔坦克炮，换上了一个更小的炮塔，形成了 BMPT。 其中它的坦克底盘可以使其免疫步兵轻武器的杀伤，对付来袭重武器呢也有一定的抵抗能力。并且为了跟上坦克快速机动的作战步伐， BMPT 战车采用了最新型柴油发动机，越野时最大时速可以达65公里，最大行程550公里，能轻易翻越 1.5 米的障碍。而这个炮塔，俄军为其装备了2门2A42型30毫米机关炮，
能发射高爆弹、脱壳穿甲弹、杀伤爆破燃烧弹等弹种，射角-5度到45度。这样的弹药和角度能对付高楼上层的目标。俄工程师对其的主要设计思路就是以攻代守。在它炮塔两侧各有2个发射筒，这里面呢是 9M120 反坦克导弹。这种导弹最大射程6公里，能击穿950毫米厚的均质钢装甲。俄工程师对其的主要设计思路是以攻代守。4枚反坦克导弹可以应急攻击装甲目标，或是打击坚固防御工事后的步兵。在它的车体前方左右角各有一个 AG-17D 型30毫米榴弹发射器，分别由1名成员操作。炮塔上方有一挺 PKTM 型 7.62毫米机枪。这3个武器呢，适合攻击步兵，防止对方近距离偷袭，特别是 AG-17D， 类似一门近程的机关炮或者超小型的射速迫击炮。在敌方步兵隐蔽在废墟后建筑物内时，用它攻击要比机枪、机关炮更有效。因此，单从以上武器配置来看的话， BMPT 确实是比较适合巷战。但其实真的用起来的时候，俄军才发现这个反坦克炮弹在城市战中用处并不大。不过呢， 9M120 系列导弹的制导方式比较适合城市作战，它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，也就是导弹沿着瞄准线飞，后面的火控装置瞄到哪儿就打到哪儿。相比红外成像、激光半主动制导，它更适合城市战里障碍多、烟尘多的环境，不光能摧毁坦克，还能打工事、掩体。并且由于俄罗斯并未在火控系统、弹药、信息化能力上进行一些针对性的设计，只是简单的凑合一下，因此在城市战、巷战中，这些武器配置就会出现浪费和不足。例如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城市战，它的 2A42 型30毫米机关炮主要兼顾反装甲和防空，因此具备2种射速，分别是200发每分的针对地面目标和500发每分的针对空中目标。俄乌这种类型的城市战中， BMPT 显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防空作战，这就显得有些多余了。并且由于其双管30毫米炮无法配备双链供弹系统，只能采取分别发射穿甲弹和榴弹的古怪方式。双管配置还牺牲了射击系统的整体精度，因为炮管与目标不在同一直线上，需要微调炮管指向作为补偿。另外 BMPT 能同时攻击3个目标的说法也受到俄罗斯国防部的质疑。有关人士抱怨说，无论在实践还是在训练中，该车都只能有效攻击1个目标。同时，该战车装备的 9M120 导弹的远程反装甲能力也不是城市战里需要的。俄罗斯完全可以为其配置一种新弹药，射程仅需1到2公里就行，节省出来的重量来增加战斗部装药，或者还可以将其改成半穿甲高爆战斗部，或者是速性炸药战斗部。这样的导弹呢，能更高效地攻击建筑工事。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，俄罗斯就经常用坦克抵近射击乌军的建筑掩体。显然，这样做的成果呢，还不如使用更加适合攻击建筑物的 9M120 新弹药。至于那车体前面2个30毫米的自动榴弹发射器，的确能对接近的步兵造成致命伤害，但其射手只能观察前方约90度范围，射击范围更小，无法防御侧面。再加上车辆人员配置原因，导致 BMPT 虽然看起来武器众多，但真要对敌的时候，能用的就其中的2-3个。毕竟他的车内成员有5人，车长要负责对周围进行环境观察，其他4人都需要依赖他的指挥来射击驾驶，这其实是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城市战环境的。像如今很多的新型装甲车，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在车体周边布设了小型摄像头，以增强对周边感知能力。但 BMPT 这方面呢，却尚未看到措施。而且由于其要拼装的武器实在是太多了，战车的生产成本和体重也随之水涨船高。BMPT 的机动性低于预期，而且后勤保障也有难度。理论上讲，作为 T72 坦克的衍生车型，它的机动性应该和坦克差不多，但其自重高达48吨，比 T72 还要重7吨。笨重的车身意味着更高的燃料消耗，同时在速度、行程和通过能力上都有负面的影响。而复杂的结构和武器配置也给后勤保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除此之外呢 ，BMPT 最大的缺陷就是武器系统缺乏防护。虽然源自于 T72 的车身，
可以受到复合装甲和外挂反应装甲的保护，但无人炮塔却几乎得不到有效的装甲防护，大部分武器都暴露在外。不要说炮弹、导弹的直接命中，就算是炮弹破片、RPG 火箭弹，甚至轻武器都可能对 BMPT 的武器造成破坏，使其丧失大部分作战能力。因此，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俄军在研制出这款战车之后呢，没有第一时间投入量产，直到2021年将其改进为 BMPT 72版本后，才开始交付量产型。因此，总体上来说呢 ，BMPT 的设计并不完善，针对城市战、巷战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。而这次从被摧毁的 BMPT 战车就可以看出，俄军或许是发现了这个缺点，转而将其当作野战火力用了。用它去消灭躲藏在森林中的乌克兰士兵固然是可以，但一旦暴露，这辆战车呢，无疑会成为敌方重点集火的对象，被摧毁是迟早的事情。要知道，如今在乌东几个重要战场上，城镇村落几乎被夷为平地。把打城市攻坚战的 BMPT 战车拉到野外作战，俄军这操作呢，显然是有巨大隐患的。到了野外，它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城市巷战中的单兵反坦克武器了，还包括火箭弹、榴弹炮等重武器，以及无人机、远程反坦克武器等一系列威胁，其生存能力将大大下降。不过呢，作为俄军自己创造出来的缝合怪，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么使用 BMPT 战车是有问题的吗？显然不是。大兵认为这恐怕是俄军面对乌东焦灼战事的无奈举动，为了尽快取得前线的胜利，也甭管他是骡子是马了。有资料显示，如今俄军对 BMPT 的订货数量已经超过了300辆，但实际装备的数量却并不多，装备时间也不长。这也就使得 BMPT 作为新武器远未融入俄军的作战体系中。关于它的具体作战编程与坦克及其他兵种的协同配合，围绕 BMPT 运用的新战术等等，俄军方呢尚未发布任何指导性文件。换言之呢，在俄乌战争爆发时， BMPT 其实是仓促上阵。至此，从设想构思到生产定型，耗时了近30年，才终于登上现代战争舞台的俄罗斯终结者，还没怎么发威，就被现实来了一发炮弹。总之呢 ，BMPT 虽然理念独特，但无论在技术设计上，还是在战术运用上，都尚未成熟，很难在巷战中真正担当起终结者的角色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俄军的战场机器人都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